大家好啊，我係方 Sir 啊。喺呢條片裏邊會同大家分享我教聾人同埋弱聽人運動嘅經驗，尤其集中喺弱聽人士參與為健聽人士而設嘅獨木舟班。片中嘅技巧喺教獨木舟以外嘅其他運動時候，我都有使用嘅。片中所提及嘅 Inclusive Class 係指聾人、弱聽人同埋非聾人，即係健聽人士一起學習。即係喺同一個訓練班之內學同一個技術嘅時候，全體嘅學員喺同一個時間接受同一教練嘅指導，而唔係呢喺同一個訓練班之內將同一個技術嘅教學分開兩次，即係教聾人同埋弱聽人一次，然後教非聾人又一次。本片會以呢一個一起學習作為目標，分享我對聾人同埋弱聽人嘅教學經驗，點樣將唔同嘅學員視為一體，但同時又可按個別嘅學習需要提供適度嘅協助，教佢哋一起學習獨木舟。當中所用嘅技巧無損任何一方，但又可一起學習，係一個 win-win 嘅教學技巧調適。以我所知，有一啲嘅聾人機構會舉辦運動訓練班，班中有全聾嘅學員，機構一般都會提供手語翻譯嚟到協助。而弱聽嘅學員呢，亦都會佩戴助聽器。但問題係，助聽器係一個十分昂貴而又唔防水嘅電子裝置，唔可以喺水上高訓練嘅時候呢佩戴。所以喺水上訓練時可能會出現一啲嘅現象，例如教練會感到奇怪，喺岸上高明明冇溝通嘅問題，但係喺水上高突然間就溝通唔係好暢順。為免出現誤會以及希望增進教學上嘅溝通，我建議教練可與學員溝通了解。弱聽嘅朋友亦可預先主動向教練說明，喺水上練習嘅時候唔可以再佩戴助聽器，需要點樣嘅協助等等，讓教練可盡早調節教學嘅安排。例如喺授課時數不變嘅前提之下，教練盡量放慢講解嘅速度。請謹記，越早讓教練知悉，教練就越容易安排，所以放膽講啦，幫一幫嗰啲願意協助你嘅教練啦，好嗎？按我嘅經驗，參加為健聽人士而設運動班嘅弱聽學員，下稱純讀者或者係學員，大多懂得純讀。教練只需要留意以下嘅教學技巧，溝通就會變得暢順得多。講解時嘅注意事項：透明窗口罩係一種有透明視窗嘅口罩，方便讀唇，又可以喺 Covid 嘅疫情當中保護自己。構思本片嘅時候，仍然係 Covid 嘅疫情中，必須要佩戴口罩授課。位置安排：教練需要正面向住讀唇者，方便佢清楚睇到你嘅口型。因此喺教學中常用嘅半圓形排列嘅時候，教練可以將讀唇者放喺弧形嘅中段位置，正面向住教練，咁佢就會方便睇到你嘅口型啦。口語嘅講解：避免中英文夾雜。讀唇係將口型喺腦裏邊轉換為可以理解嘅意思，過程十分耗費精神，因此請教練盡量只用一種語言，避免中英文夾雜，以減少讀唇者猜估語句意思嘅精神費耗。畢竟單睇口型係難以分辨究竟教練係喺度講緊中文定係英文。聲量適中，教練提高聲量，希望讓弱聽嘅學員可以聽到講學嘅內容，呢一啲都係教老人訓練班常用嘅方法。但係教聽力退化嘅老人同埋教先天弱聽嘅學員係唔同嘅。對於弱聽嘅學員嚟到講，如果教練嘅聲量太大，弱聽嘅學員會覺得焦點落咗喺佢嘅弱聽之上，會感到尷尬。喺另外一方面，教練要維持7至8個鐘大聲量嘅教學講解，相信喺1至2日之內，教練就會失聲。短期內唔可以再教，因此大聲唔代表一定係有用嘅。咁樣吃力不討好，教練又應該要點好呢？建議教練用適中嘅聲量，係指符合聽者需要嘅聲量，可以透過教練同埋聽者一起喺嘗試中找出。例如，我習慣會問：我而家嘅聲量你聽得清楚嗎？大聲啲定細聲啲會好啲啊？如果之後聽唔清楚，你可以舉手提出。更重要嘅係，我接觸嘅弱聽學員一般都會純讀，因此教練無需要咁辛苦用大聲量嚟到講學，其實只需要適中嘅聲量就可以啦。
講解嘅時候語速要均勻地慢，口型要大而明顯，以便閱讀口型。句子短，講重點，用字簡潔。講解嘅時候盡量收窄字彙嘅範圍，使到讀唇者容易理解教練嘅意思，有助學習。特別要澄清嘅係，此舉嘅目的係為咗縮短讀唇者將口型配對合適字彙嘅時間，以增加傳譯嘅效率，而唔係指讀唇者嘅認知能力較低。當讀唇者可以同教學嘅進度同步嘅時候佢對學習獨木舟嘅信心亦都會隨之而增加，同時亦會減低因為猜估意思所帶嚟嘅焦慮不安情緒。有停頓，讀唇係將口型影像翻譯為可以理解嘅意思，過程不但費神，而且十分費時。可以參考以下嘅簡圖，以了解當中嘅信息處理過程同埋難處。對於健聽嘅學員嚟到講，聽到語言嘅聲音喺腦裏邊就會理解當中嘅意思。但係對於弱聽嘅人士嚟到講，佢哋同樣都係用語言嘅方式喺腦裏邊處理資訊，所以需要將大量嘅口型影像消化翻譯為廣東話語言，再喺呢一啲嘅語言中理解當中嘅具體意思，吸收當中嘅信息，成為知識。正因為步驟多咗，時間亦都需要多一啲。另外一個費神又費時嘅原因係，弱聽嘅人士本身就係聽到聲音，但係聽得唔清楚。當弱聽嘅人士聽到微弱不清嘅字句聲音嘅時候需要喺腦裏邊重複呢一啲嘅字句幾次，去到篩選排除當中嘅同音字同埋近音字嘅干擾，先至可以將字句配對到合適嘅字詞，理解當中嘅具體意思同埋信息。因此，請教練盡量喺適當嘅時候稍作停頓，好讓弱聽同埋純讀者有時間喺腦裏邊將口型影像同埋微弱不清嘅聲音做多次嘅配對同埋轉化，理解當中嘅意思，使之成為知識。用易於明白嘅語言同埋句子結構。廣東話常用主謂賓 SVO 嘅句子結構，例如拉掌埋身，表達相同嘅意思，但係為咗增加傳譯嘅效益，減少讀唇者猜估時間同埋精神嘅費耗，我習慣會用以下嘅句式去到表達。掌拉埋身，即係名詞加動作同埋動作嘅補充資訊。呢一種嘅說話方式嘅好處係可以第一時間將學員嘅注意力聚焦喺動作嘅受體之上，即係艇、槳、人之上，然後再講述動作嘅方向同埋狀態等補充嘅資料，使到聽者易於理解。最近喺搜集本片資料嘅時候，才得悉原來呢一種表達嘅方式就係香港嘅自然手語中最常用嘅主賓謂結構 SOV， 所以聾人同埋弱聽人士較容易接受同埋理解。精講多練，多改正。我所接觸嘅聾人同埋弱聽人士大多善於從實際練習中學習，對於長篇嘅表述，佢哋會選擇閱讀文字。其他嘅部分，例如示範動作時要留意嘅事項、複雜動作嘅教學安排等，留待下一集再同大家講。對運動教學感興趣的話，建議參加正規嘅教練課程。香港唔同嘅區域都有獨木舟會開辦相關嘅課程。如果大家想睇更多嘅獨木舟短片呢，就記住讚好、訂閱同埋分享呢一條頻道。下集再見，拜拜。